恐怖片，我又带着兄弟们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，人肉农场。故事一开始，男主大壮和女主小美坐在一辆小车上，两人都不想再当牛马打工了，于是就开车到外地旅游。这时，小美突然说自己尿急，想上厕所，但她又不想在路边解决。可这里荒郊野岭的，哪里有厕所？于是两人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偏僻小镇，刚好前面有一间小旅馆，两人就下车走上去查看。但无论怎么敲门喊话，里面都没有反应。无奈的小美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于是就跟大壮说自己去后面解决问题，让他在车上等自己。接着，小美来到旅馆后面，刚想蹲下，却在地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，一个满是灰尘的钱包，还有一把车钥匙。可小美也没有多想，就在一处隐蔽的地方解决了生理问题。完事后，小美回到了车上，两人继续开车出发。没走多久，大壮发现车上的汽油就快耗尽了，可他们并没有备用汽油，希望车子能撑到前面的一个加油站。接着他们来到了一个转角处，发现前面站着一个怪异的女人，于是大壮下车询问她站在这里是怎么个事。原来女人的车不知道怎么的熄火了，才停在了这里。于是好心的大壮去车里拿打火线帮她，而小美就跟这个妇人闲聊。但这个妇人很奇怪，一直在询问小美跟大壮结婚了没。小美被问得不耐烦了，让她别管闲事。可妇人说的话越发过分，她甚至诋毁大壮，说他是一个不中用的人。这话可让小美不乐意了。大壮明明在帮助他，可他却要这样诋毁大壮。但妇人却说自己没要求帮忙启动车子，是你们主动停下来的。这可把小美惹毛了，真是好心当驴肝肺。她马上让大壮别修了，赶紧开车离开这里。本来好好的自驾游，全让这个怪女人破坏了。小美还在车上抱怨那个妇人，大壮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帮助路人了。接着车子停在了一个公路餐厅前面，两人饿了就去里面吃点东西。小美向服务员打听这里有没有什么特色菜，服务员却说这里只有简餐，于是就点了2份牛肉汉堡。画面一转，餐厅后厨这边似乎在煎肉，但这肉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，根本不像牛肉。很快牛肉汉堡做好了，两人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汉堡。吃完后，两人正要走过去买单，突然一个怪异的男人挡在了小美面前，还跟她说这里不安全。两人以为他精神状态不好，就匆匆离开了。在前台买完单后，由于车子没油了，并且天色渐晚，于是他们向老板打听附近的旅馆。老板说前面路边有些小木屋，跟青年旅社差不多，价格也很便宜。于是两人就开车走了。可这时老板却来到窗边，偷偷观察他们的动向。车上小美跟大壮吐槽，他感觉这个地方的人都有点奇怪。然而大壮却没有在意，他认为小美太敏感，到时候在小木屋睡一觉就好了。很快两人来到了木屋附近，奇怪的是这里停了很多辆车，这让小美感到毛骨悚然。但大壮依旧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，还让小美放心，这里的车又不是警车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接着两人走到了木屋前面，这时大壮发现地板上有一个奇怪的图案，一个鹿头的标志。可两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图案。接着两人走进小木屋，但这里面阴森的环境让人不寒而栗，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。小美害怕的想离开这里，却被大壮拦住了。因为桌上有残留的餐具，所以大壮认为这里肯定有人，于是就让小美再等等看。接着大壮带着小美走上2楼，果然2楼住着一个男人。看着走上来的大壮和小美，男人叫住了他们，两人被这个有点邋遢的男人吓到了。男人表示自己刚才没听见有人进来，并询问他们是不是想要个房间住。三人闲聊一番后，男人带他们来到了房间。这房间不能说简陋吧，看着也能凑合着住。男人介绍说自己很久以前就在这打工，后面房东太太过世了，于是他就独自经营着这间旅馆。看着男人的面目表情，小美感到有点不自在，于是就打断了他的讲话，说自己今天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男人说自己只是喜欢和人谈话而已，接着他就离开了这里。然而大壮却责怪小美太无理了，可小美觉得这个男人有点可怕，可能是自己的错觉吧。晚上两人早早的睡觉了，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床下居然还藏着一个男人。趁两人正在熟睡时，男人偷偷的从床底站了起来，原来这是一个戴着羊面具的人。第二天，小美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笼子里面，周围好像是一个农场，可这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无论她怎么挣扎，都打不开这个笼子。小美拼命呼喊着大壮的名字，没想到这时昨晚的羊头男出现在她面前，他拿着一根木头敲击着笼子，示意小美不要大喊大叫。小美害怕的不敢轻举妄动，见小美安静了点，羊头男这才离开了。可好景不长，一个戴着牛头面具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拧开一瓶滚烫的开水，然后倒在了小美身上。画面一转，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，小美的手脚都被绑住了。她在一张椅子上醒来，发现自己全身都被绑在了这张椅子上。她尝试着挣脱出来，可就在这时，一束光打在了小美脸上。紧接着，一个戴着兔子头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她从旁边拿来一个大针管，并向小美走来。小美害怕极了，接着秃头女按住小美的嘴巴，强行给小美进行人工受孕。完事后，秃头女离开了这里。
只剩下崩溃的小美还在椅子上。不一会儿，羊头男和牛头男过来给小美松绑，然后将小美抬走了。接着，小美又被他们关在了一个笼子里，被牛头男拖着笼子一直往前走。一路上，他发现这个农场里的人都戴着动物面具，似乎每个面具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。小美对此感到不可思议。接着，牛头男在一间屋子前停了下来，他把小美扔到了里面。这是一个密闭的小屋，只关着小美一个人。画面一转，镜头来到一个关着很多男人的房子，但他们却像动物一样被关在了笼子里。一个看着像新来的男人也被关在这里，他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笼子里。男人想要呼叫对面笼子里的人求救，但他的嘴巴却被烤住了，说不了话。无论他怎么示意求助，其他笼子里的人都无动于衷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出不来。男人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几个面具男走了进来，男人很疑惑他们要干嘛。只见面具男用套索框住另一个男人的脖子，然后一锤子把男人给砸晕。看到这可怕的一幕，男人拼命挣扎，岂料转头面具男就来到他面前，看他这么不安分，直接一锤子也把他打晕。面具男把这些人堆在一个拖车上，然后将他们拉出了农场。接着几人来到了一个类似食品加工厂的地方，他们要把笼子里的男人给加工成食物。接着猪头男找到了经营旅馆的那个男人，男人告诉猪头男今晚的饭必须要在3小时内做好，因为晚上餐厅大概有80人要用餐，可猪头男不确定能不能按时做好，于是男人亲自来到后厨监督，让他们加快做菜的速度，菜和肉必须要分量足够，不然满足不了这么多用餐的人。接着男人不满地离开了。回到办公室，男人接到了一通电话，随后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。紧接着男人跟猪头男来到了奶房，很明显这里关押的都是女人，她们被当作一个生产的工具。可以看到这里很多管子从天花板连到笼子里，然后利用管子来进行物质的传输。接着男人发现最近的产量下降了很多，这时猪头男来到了一对母子面前，他认为是孩子的原因才导致产量下降。随后他打开笼子，强行把孩子给抢走了。猪头男称了一下他的重量，发现重量也不达标，于是就让孩子领了盒饭，这让笼子里的女人痛不欲生。男人和猪头男临走时还吩咐他们将奶送到厨房。画面一转，女主小梅已经被困在小屋里2天了。突然她听到隔壁传来女人的咳嗽声，小美从上面看过去，只见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躺在了那里。小美问她这里是咋回事，女人告诉小美她之前去过的小旅馆，负责物色猎物，然后趁他们睡觉时捕获他们，接着就把他们当成奶牛或者做成食物卖掉。小美问她来这儿多久了，女人说已经2年了，她曾经生过一个孩子，还流过几次产，现在她再也怀不上了。小美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个农场实在太疯狂了。更绝望的是，女人告诉小美他们怎么也逃不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几个面具男向着女人的屋子走去，因为女人无法怀孕，也就没有利用价值，他们把女人的手绑起来，然后把她吊了起来。接着猪头男拿出一把刀，继续剥削女人的最后一点价值。恰好这一幕被上面的小美看到了，小美被吓到发抖，她觉得自己如果再不逃跑的话，以后就是隔壁女人的下场了。接着几个面具男在收割完食物后，拖着车就离开了。几天后，这些人像往常一样提着1桶不知名食物，像动物一样给关在笼子里的人投食。可就在投喂最后一个男人时，他们发现男人居然逃走了，于是2人赶紧往外跑去，寻找男人的下落。画面一转，困在小屋里的小美正在苦恼怎么逃出这里。这时突然有人敲门，把小美吓了一跳。门外的男人奋力把门给掰开，小美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大壮来了。原来从笼子里逃出来的男人正是大壮。大壮似乎是受伤了，小美搀扶着大壮离开了小屋。可农场里到处都是面具人，2人只能偷偷摸摸的逃走。接着2人躲到了一个洞口里，等上面的面具男走后，2人才继续逃跑。随后2人来到了一个废弃工厂里，小美看旁边有一辆大货车，于是赶紧爬上去看能不能开，但是大货车怎么也启动不了。就在这时，羊头男出现了，小美吓得急忙下车，扶着大壮躲到了里面。这时羊头男发现车门被人打开了，于是到里面进行搜查，而小美2人恰好躲在羊头男对面。好在这时电话声响起，羊头男不得不跑去接电话，小美和大壮也趁机离开了这里。不一会儿，2人走到了一处树林里，发现眼前有一间类似教堂的房子。2人走到里面，看到桌上放着的都是动物面具，并且墙上还画着几个戴着动物面具的神父。就在这时，大壮发现了窗外的牛头男，小美马上带着大壮离开。然而在逃跑的途中，2人不小心被绊倒了，原来是大壮踩到了捕兽夹，眼看着牛头男就要追上来了，但大壮却怎么也站不起来。无奈的小美只好丢下大壮，自己一个人逃跑了。紧接着羊头男也赶了过来，2人抬起地上的大石头，大壮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小美看到这一幕，痛苦的离开了。
接着小美跑到了关押男人的地方，她问笼子里的男人自己怎么才能离开这里。在小美的哀求下，男人告诉她有一辆用来运人的大巴，并且钥匙就在后面的房间里。得知消息的小美立马跑了出去，然而她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对话都被这两人听到。接着小美跑回了之前关她的小屋，把隔壁小屋的门给打开，然后将里面的女人救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两人来到了那间有钥匙的房子里，小美往窗边一看，果然里面有一把钥匙，她拿了钥匙马上逃跑。接着两人来到了大巴上，小美赶紧去启动车子，然而女人却停下了脚步。就在小美为顺利启动车子而开心时，她猛地回头一看，两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因为这一车子上坐的都是面具人。影片的最后，两人都被端上了餐桌。